与中国的003航母相比，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已经落后了。这话不是我们说的，而是美国人说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全超。在003航母下水之后，福建舰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中国的超级航母。客观地说，按照其最大排水量而言，福建舰属于大型航母，而不是超级航母。但是003航母超级厉害的一点却是公认的，那就是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艘采用电磁弹射器的排水量最大的常规航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差距，因为美国人准备建造9艘10万吨级以上的福特级航母，而且呢，这些航母都计划采用电磁弹射器。但这个差距估计很快就会被弥补。我们知道，马伟明院士对中国电磁弹射器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可以不骄傲地说，003航母上所采用的电磁弹射器就是领先于美国的福特号。从公开的报道看，003航母上采用的中压直流技术要比福特级上的中压交流技术领先一代。再加上中国的电磁弹射器的推力输出更加线性化，故障率呢也非常低。可以说，只要003航母的电磁弹射器投入使用，很可能就是全球第一种具备实战化能力的电磁弹射器。而在未来几年中，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可能还处在苦苦的解决技术问题中。根据美国国会2021年公开的报告，目前福特级航母所使用的电磁弹射器仍然不合适。有网友甚至夸张地说，福特号航母就是一堆废铁。反映电磁弹射器性能的关键是故障周期能否满足设计要求。美国军方的要求是4166次弹射才出一次故障，而美国福特号航母的表现则是每弹射272次就会出现一次故障。这表明其故障率是设计标准的差不多20倍。按照设计要求，福特号航母的电磁拦阻的平均故障周期为16500次拦阻出现一次故障，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仅仅拦阻了41次就会出现故障。那么这就要大大的超出了标准，超出多少呢？超出了4000倍的要求。这样的拦阻系统还能用吗？另外呢，美国航母上使用的电磁弹药升降机的平均故障周期的设计要求是每使用932次出一次故障，而实际上每218次使用就会出一次故障。除了与电磁系统有关的故障外，福特级航母的弹药升降机还有3个不合格，而它的双波段雷达的故障率也超出标准3倍。还有就是动力推进系统的主轴故障、进防系统的故障等等。而这些故障的解决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目前美军已经为福特级航母投入了143亿美元，超支27亿美元。这还不算最奇葩的，因为美国航母产业链已经开始断裂，很多企业都已经破产了。美军现在正在把制造中的下一艘福特级航母 CVN-79经常把它的零部件拆下来供应给福特号航母用。美国目前为美军航母配套的综合射频桅杆的供应商已经倒闭，后续的航母将由谁来供应综合射频桅杆，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更严重的是，由于美军已经决定未来的航母都采用电磁弹射器，那么原先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供应商由于没有订货，也已经倒闭了。那么这家公司如果倒闭了，剩下的那10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怎么办？从美国人自己介绍的情况来看，福特级航母虽然不能说是废铁，但是距离全状态投入使用或者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仍然差得非常远。福特级航母出的问题主要是几个方面的：一是美国在该级航母上使用了太多的创新技术，而这些技术又没有经过
大量的严格的验证。由于步子迈得太大，扯坏了腿，疼得有点厉害，而现在想治又不好治了。第二，美国航母的制造产业链现在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关键的部件制造商已经纷纷倒闭，再想获取相关的配套设备或者是器件，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和更长的时间，才能够保证其相应的供应。第三，上述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军工产业在创新机制上存在着问题，它并非只是一两件武器在研制阶段出现严重的进度拖后，而且在研制过程中，由于使用了大量不靠谱的技术，从而不仅仅是拖后腿的问题，甚至会导致整个项目的下马。如果我们盘点美国从航母、高超音速武器、F-35隐身战斗机等多个项目的研发，就会发现相同的规律：美国的军工产业体系的创新机制已经被破坏，缺少必要的严谨科学的态度，在研制阶段存在着太多的妥协，而且少了必要的前期试验和科学检验。所以，虽然福特号是第一个使用电磁弹射器的超级航母，但是并不能说它是第一个成功使用的。如果美国人在2年左右时间内还不能搞定疑难杂症，那么中国的003航母在电磁弹射领域必然就是世界第一。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